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。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又是老朋友了，火仔动漫出品的合金机甲忍者龟，这一款就是它最新出品的施瑞德动画片里面的一个反派角色，但是这一款真的是非常帅啊！相对应我之前拍的几个机甲龟，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它。OK，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，依然是传统的火仔动漫的这个风格啊，正正方方，而且非常的重。可以看到正面就是我们本次主角的一个半胸像啊，然后厂家还有本次产品的名字。侧面就是一个主体的一个 pose 啊，背部展示了一些配件，还有一些动作造型。特别是这个披风啊，真的非常帅啊！应该里面会有很多造型铁丝，武器也是非常多。这一款让我第一反应啊想到了就是高达里面的，应该是 W 里面的图鲁基斯，很像啊这个头。OK， 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来拆开看一下。而且啊，之前我玩的这个龟啊，把玩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重，可以当一个小的健身器材。这次来看看它的配件，老样子依然是4大盒啊，每一盒都有一个封条啊，来确保它是一个全新未拆的。最底部当然就是经典时尚大地台。好，夹在当中的这一个应该是说明书，很厚啊，我们稍后来看。第2盒披风支架手型很帅。第2盒武器配件应该是有合金件的，然后可以看到里面的小人给到了4个。OK， 最后一盒主体，哇靠，这主体是真重啊！主体跟头雕还有一把武器，很沉。一共就这么一些。现在我们就把主体跟头雕拿出来看一下，这次火仔动漫的作品做的怎么样。OK， 咱们的主体这次就已经拿出来了，头雕在这儿，为什么先没装上去呢？主要我们来看一下它脖子的这个细节啊，咱们再去把头雕装上。近距离来看一下，首先这边可以看到啊，每次活动它的脖子的时候，它这个液压杆有个小联动，看到吧？这一点还是做的非常细。然后我们再把头雕给安装上去，来看一看。安装的时候要非常当心啊，这3个顶部的这个尖刺，千万不要去压到，而且这个真的很脆啊，安装的时候也得当心，慢慢来。OK， 咱们已经装上了，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效果啊，我觉得这依然现在国产的一些合金的成品模型啊，不管是什么题材的，我个人觉得涂装都是做的非常的精细。我们来粗略的先看一遍在灯光下的这个感觉很亮啊，而且这个真的是很重，比一般的怎么说呢，像之前玩的 HT 的这种铁人啊都还得重，特别是腿部非常结实的一些合金件。外在的一些甲胄虽然说是塑料啊，但是可以看到它的涂装很精细。OK， 我们先来从上往下看。首先头雕这一部分，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细致的，包括顶部的这个因为我高达玩多了，不知道它这个是怎么称呼，反正我称它顶部这2个火神炮，对，细节也做出来。而且核膜线或者是一些涂装的一些分色都是处理的非常到位，没有什么多大的毛病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脖子里面的一些机械细节，镜头灯光稍微打一下，对吧？里面也是有
做了一些涂装，它还是做的非常细致的。然后胸部包括一些文字的一些刻画，包括一些可以看到啊细节的一些文字都能看得见，涂装也是做的非常不错。而且当中啊，它这个驾驶舱还可以打开，这个我们稍后说明书上再看一下，因为我还没有阅读过。然后看一下肩甲的部分，首先肩甲这边这几个我看一下啊，开模也是非常尖锐的，而且比较薄，相对来说这几个塑料件，虽然说涂装看上去感觉像合金件一样非常亮堂啊，但实际上是一个很薄的一个塑料件，所以千万不要掉在地上，把玩的时候也要非常小心，不要去捏坏它。然后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肩甲的一些部分啊，我感觉它这个涂装还带了一点雾面的效果啊，还有点小阴影，很舒服，看上去。啊，然后再慢慢我们转到背后的一些细节啊，当然我们后面还没有搭载其他的配件，可以看到啊，手臂特别是活动的时候，应该是有一些的联动，背部看到吧，这两块。哎，有个小联动，内构也有一个涂装的一个感觉在里面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腰部这一段，腰还是比较细的，里面的这些立体感也是做的非常到位。再到背部，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龙虾背啊？哎，有，看到吧？摸了一下，这里应该也是一个合金件，脊椎这里非常舒服。好，咱们再从手臂开始看，手臂里面这一块合金件非常明显，甲轴这里的这个涂装啊也没有问题，包括手肘往下这里的这个文字刻画，我们镜头拉近看啊，它这个字体也没有糊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出厂的时候它是不带手型的，这手型是我另外把配件包里面拆出来的。它出厂的时候不带头不带手型啊，就是一个主体从包装里面拿出来，整体的关节而且是非常非常紧的。好，然后我们下方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裙甲部分。首先这些裙甲当然也都可以去拆下来，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哎，像这样啊，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，而且很紧。然后看一下前方的这个前裙甲，它还有一个活动的结构，这两块啊没有拉伸，但是它可以去动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大大的提升它的腿部的一些关节可动，对吧？侧裙甲一样，侧裙甲这里还有两个搭载武器配件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再看一下背部后裙甲，后裙甲依然可以抬起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联动。左右可以打开，这下方这一块应该也可以去打开，它也有一个活动空间。包括尾部这里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有一个拉伸结构，哎，往下拉，它整个的这里后裙甲就直接爆甲出来了。内构也有一些分色涂装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再往上推，它是往下拉的。我个人非常喜欢爆甲，所以这个也是做的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，我觉得。这边也有一个搭载配件的一个小孔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腿部这里啊，这两个喷口啊，也是我做的非常喜欢的，而且哎，有弹簧在里面，很舒服。合金件在这两块，很重。再看一下下方的脚部这里，也是有可动结构，可以去把它展开。再看一下侧面这里。也有一些可动，正面的这一些尖刺开模也是非常尖锐的，把玩的时候也要当心。大腿甲啊，涂装也没有溢出，没有毛病。脚部啊，这里还有个贴纸啊。整体的这个配色我也是比较喜欢的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大致的一些可动。首先头部可动360度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动的时候要当心不要去蹭到，慢一点，不然的话呢很容易去蹭到你的这一个左右两边的一个漆面。抬
抬头幅度还是很高的，可以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，看到吗？低头幅度，哎，也还可以，能到这里。左右侧头，哎，也是有的。这边应该是没有展开结构，我刚刚试了一下。胸部这里，我们到时候来看一下是怎么去打开。哎，按这里，驾驶舱就弹开了。哦，还是个弹簧结构。从这里这一块机构啊，去掰一下，哎，就打开了。而且里面是有一些内构的，我们把灯打一下来看一下，能不能看见？驾驶舱也是有一些涂装的细节啊，这个也是做的不错。从上面按住，然后在这里卡住它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手臂的可动。首先往前倾，它是有一定的幅度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肩胛它这里是一个卡槽，所以可以去拿下来。然后既然拿下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两边是有一个可动的，看到吧？可以提升一点它的这个可动结构。这边也可以去把它掰下来，看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可动啊？其他就没有了。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装置啊，比球形关节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球形关节你要拆下来，或者是不小心掉下来以后再安装上去的话，会很费力啊。像这种圆柱体啊，你对准口往下插就行了，按压一下还是挺紧的，没什么问题。然后看一下手臂抬举，首先能抬到这里，然后再把手往上抬，啊，关节非常紧。抬手的一个距离这么大，360度肯定没有任何问题啊。把玩的时候当心肩胛不要蹭到。看一下大臂有没有一个旋转的幅度，我们来捏紧一下。火仔动漫的一些关节啊，就是非常紧啊，大臂好像没有什么旋转空间啊。我刚刚用了挺大的力了啊，没有什么办法。手肘我们来看一下，你看还能再抬，能折成这样的一个位置，而且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液压杆也有联动，但这个液压杆是一个塑料件啊，所以千万不要去弄坏了。这里一段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从这里折，哎，液压杆回去，真的是非常细啊。我们先把这个肩胛抬下来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胸腰的这个可动。首先往前，幅度不是特别大，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。往后仰来看一下，啊，往后仰幅度几乎是没有，啊，掰不下去了。然后看一下左右，哎，能到这样一点，因为前面这一块的这个甲胄的干涉，所以这个幅度不是特别的大。再慢慢转，再转回。侧腰我看一下，也有幅度，有一档。啊，虽然说活动空间不大，但是起码它有，对吧？没有什么问题。前面这一块是没有可动的，千万不要去掰啊！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没有的。等一下再看一下说明书。好，然后看一下我们下方腿部的一些可动。首先把裙甲都给打开，手臂先抬起，裙甲打开，来看一下腿部。首先前踢，90度往上的，非常不错。后踢不行了，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一个侧裙甲有个关节是卡住的，所以它后踢的幅度很小不大。侧踢没有什么问题，很紧啊，所以它摆 pose 摆一些动作还是非常大的。然后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可动有没有一个联动。哎，我们可以看到大腿甲的这个联动，哇，这个联动舒服，很舒服啊！但它这个裙甲掰不上去了，有干涉，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。实际上你往前踢的话还能更大一点。来，我们再来试一下，看看还能不能往上抬，还行，就是太重了，哇！好家伙，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！
而且大腿甲这个联动结构里面的内构，金属内构啊，涂装都能看得见，哇，真舒服啊！这个腿的可动非常不错。来，我们再慢慢给它往回掰，把玩就是挺费劲。好，给它压上。啊，然后再来看一下脚的这个可动。首先，脚掌这里有2段啊，1段2段，可动非常大。往后踢也有，对吧？往前这一块也有一个联动，非常舒服啊。再给它往后掰一下，左右的话幅度几乎就没有了，掰不动。它的站立性反正很强，因为下肢很沉。这一款的可动也是没什么多大问题。之前我开箱测评过的一些忍者龟啊，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可动。这个主体我个人觉得是我把玩到现在火仔动漫最帅的一个了，而且让我个人感觉看上去非常舒服的一款作品。OK， 主体方面我们就讲到这里了，接下来来看一下它众多的配件都有些什么好玩的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配件。首先来看一下神秘小信件里面都有些啥。哦，这个说明书也不厚啊，这个正面依然是跟包装风格一样。来看一下啊，首先整个机体跟所有配件武器的一些介绍，对不对？而且我很多名字也都叫不出啊，它这上面都有写啊。乌钢弯刀，对不对？这个叫什么？高周波锁链啊，螺旋手里剑，还有这个大功率计啊，大功率突变计发射器啊，地毯背后的这个背包盖突变计，还有这个高周波切割臂甲。哎呦，它这个名字好绕啊，我不一定记得住。然后这个创作背景也都有。OK， 来看一下，首先的话就是这个头部安装啊，然后这边纽扣电池的一个安装，可以点亮它的眼睛，而且是用这个突变剂啊，是一个磁吸的，应该可以去点亮它的眼睛。而且有2个，一个绿色，一个红色。纽扣电池需要自己去配备啊，这里有纽扣电池的型号，这个随便哪里都买得到啊。然后这边可动小人可以拆下来去坐上去，背包这里安装的一个方式，武器挂载，反面再来看一下啊，背部还可以安装它的这把枪，左右两边弯刀，手型安装啊，还有这个钩爪的一个安装，这里还有个弹簧结构啊。反面手里剑一个安装方式，哎，好家伙，还能安装在腿上啊，而且都是有可动结构的。好，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一些整体主体的一个可动结构，基本上都展示过了。再看一下，讲的非常细啊，这个可动它就讲的非常细了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啊，你按照说明书玩绝对没有什么问题。最后就是地台的一个安装，这边就是造型展示，但是它这个披风啊倒没有跟你说怎么安装，应该是挺简单的。啊，我们再来后面再来看一下，刚刚因为有一个背包啊，我在配件里面呢是没有看到的，应该是跟披风是连在一起的。啊，这个。那就没问题了，说明书就到这里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。首先这2把弯刀啊，比较可惜啊，它不是合金件，塑料件啊，也没有多余的可动结构啊，但是做的还是挺细的啊，特别是涂装方面没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去搭载，也可以拿在手上，对吧？
开模的话，这两边啊很尖锐，顶部跟这一边，这下方都还行啊，把玩的时候要当心。好，然后下方再来看一下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配件，这把手里剑。虽然说也是一个塑料剑，但是它有展开结构，看到吗？这边的齿轮也有勾画，挺好玩，很润啊。开模的话依然啊都是比较尖锐的，而且比较薄啊，当心别弄坏了。好，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。这个配件除了铁链是金属以外，其他的都是塑料件，包括下面的这个啊像流星锤一样的这个小玩意儿，也是个塑料件。这个的话核膜线会稍微明显一点。顶部这个镰刀涂装做的还是不错的，开模很锐，而且我用力一扎，哎呀，顶部也是。这种塑料件的话，就是千万不要去弄损。损坏就很麻烦，这也不错。好，接下来两个标志性的史奈德的这个标志性的一个武器啊，也是可以搭载在手上，然后当中呢也可以去安插其他的配件。前面两个钩爪有这个伸缩的结构，而且也可以左右两边展开。我们一个个来看，左右两边都能展开。拉伸结构也有。可以看到拉伸的时候，这两块还有个联动，顶部这里也有联动，很舒服。开模也是比较尖锐。好，然后说到这个配件，钩爪，这个是一个可以自行去捏造型的一个小软管，然后去安插在这两边有两个洞啊。一共给你4个，你可以随意去安装，然后去摆一些造型。但是你装上了以后啊，它这个空间就会很大，放在你的手办柜里面的话会很占空间。这两个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两个钩爪给了4根。好，接下来突变器这一个是单独的一个展示的，然后前方这里有一个隐藏的一个磁吸的一个小磁铁在里面，就是你可以去用来点亮它头上的这个灯光，而且也可以拿来当一个造型展示。近距离来看一下，很细，这个涂装非常不错。好，接下来又是我个人喜欢的这把武器，虽然是塑料件，但是它很沉，因为当中这一块的话给的机构会比较多，然后它也有个联动机构。往前掰，我们可以看到枪管这里会多出来一条，下方的弹孔也可以去旋转子弹夹可以去旋转，但阻尼感比较强。再可以往回缩，做得非常漂亮。你说国产模型啊，现在对一些涂装跟配件用心量确实是不错，非常好。当然，这个突变器是没办法去安装上去的。不能去替换，这边是没有什么可动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手型。首先，刚刚主体手上的一个握拳手以外，再来看一下其他的。首先，一对握持手这个应该是握持枪的一个手型，一对。而且这个手型可动是非常大的，你可以看，可以调到这上面对你的造型展示大幅度提升然后一个造型手。它是没有可动手的又是一对造型手，软胶的都是。好，又是一个握持2把弯刀的一个手型。好，这边又是一个握持手型，手型给的确实挺多最后又是一个造型手，手型给的非常多。OK， 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它这一个披风。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。首先，它这一个背包我们可以看到直接是安插在背后。然后这个披风虽然说不是特别的薄，但它造型铁丝给的比较实，不是那种比较细的。这两端包括中间一共3根，
下方也有点破碎的剪裁，虽然说没有什么污渍涂装，这个你自己去捏造型。背部很简单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这一个去给它拿下来，应该是取下来，但是很紧啊，慢慢来。取下来以后可以看到，这个安装孔慢慢的给它插进去啊，不要太急躁。然后这边还可以去搭载武器，背部的这个喷口也是有涂装，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手型这里，如果你要去装这钩爪，也是一样，需要把这个配件给取下来，应该是啊。这配件而且挺难取，挺紧，这样拧下来，不要硬拔，左右一拧就拧下来了。然后来看一下，对的卡位，给它安装上去，慢慢的拧上去。啊，慢一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，自己也可以去拉一下，很帅啊。好，最后当然是经典时尚小地台，拆开来以后，里面可以去放一些你的配件，对不对？不占空间，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就是没有多余的一些涂装啊，比较空。给到的是2个黑色的这个金属支架啊，我个人觉得黑色还是比较好的，特别是在拍照片的时候不容易暴露。我记得之前的忍者龟好像都是这个银色的，是吧？这次黑色的做的还可以啊。然后剩下来的就是一些支架的一些配件啊，还有搭载武器的一些小配件，就这么多。可玩性还是非常高的啊，东西而且非常多。我个人觉得这一款还是性价比比之前那几款，我个人觉得高一点。最后一个配件就是这几个小人，首先它2个手下啊，包括这个乘坐在里面的主角，还有一个造型的一个小人，这4个需要你去剪下来的一个小配件，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一款如果你是喜欢，对不对，忍者神龟的这个题材的，而且又是比较喜欢机甲风的，我觉得这一款真的是必不可少的，非常帅。特别是你摆完造型以后啊，很有质感。而且现在火仔动漫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本来相对来说不高啊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后期可以等一下价格有浮动，因为这一款补款也没有多久啊，等全部出完了，可以大家再详细观察一下，对吧？OK， 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，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，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。OK， 本期开箱把玩，咱们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